这是12年前一部横空出世的龙傲天，主角曾是帝国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是人们心中最害怕的怪物。只因他从小具有一双副邪眼，精神一旦失控就会暴走毁灭一切。曾经在一次行动中队友尽数团灭，仅剩下2位好友，上一秒跟他表白的妹子，下一秒就惨遭毒手。看到这一幕，男主莱纳的脑海里开始失控。恶魔的低语正在他脑海里回复，无论自己怎么挣扎还是没用。瞳孔中显现出五芒星，仅看一眼男主，士兵就瞬间化为沙尘。躺在地上的莱纳无法控制身体，士兵看到情势不对，立即施展魔法，随即3道光束攻向莱纳，挥发出巨大爆炸，烟尘散去，一道红色光芒抵挡掉敌军的攻击。而具有副邪眼的莱纳把敌人的魔法尽数复制，随后战场上的士兵就如同蝼蚁，抬手之间最后一个士兵也化为了灰尘，天空都被染成了红色。失控的他竟走向幸存下来的队友，领起2人，白色头发的男人叫西昂，是前代洛兰德国王的儿子，而红色头发的女生叫基弗。喜欢男主莱纳，虽说身体已经被恶魔控制，但是莱纳的意识还能影响到身体的控制权。看着队友无助的眼神，西昂万般之下才挣开莱纳的束缚，用手连忙遮住莱纳的副邪眼，这才让莱纳恢复意识。回到帝国，西昂成为了英雄王，而莱纳却被关在了暗如天日的监狱接受审问。审问结束后，一个老头告诉莱纳，国王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。没想到他却来到了基法的牢狱，在他的忽悠下，而这就是莱纳的愿望。基法原本是敌国派来的间谍，让队员们导致身亡都是来自于他的信号弹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妹妹，还迫不得已在帝国隐藏身份。另一边，西昂得知男主代替基法入狱后，他就已经备好马车，让莱纳逃离监狱。然而莱纳却不走了。从小拥有一双魔眼的他，遭到万人唾弃。不仅如此，天生孤星的莱纳被人们称为怪物已经习以为常。回想童年的时候，母亲得知自己有副邪眼，却要了结他的性命，在父亲的阻止下，母亲最后才放弃这种想法。父亲答应会好保护他的。可这若隐若现的记忆在他脑海里，他已经几乎忘记。5岁前，莱纳就流落到战场上。洛兰德帝国的贵族的腐败，导致帝国人民颠沛流离、饥寒交迫，只能捡起战场上士兵遗骸上的盔甲维持生活。6年的他在这里结交了许多朋友。忽然，远处的声音打破了孩子们的喧哗。帝国士兵光天化日，竟抢夺人们的战场上捡来的战利品，如有违抗者杀无赦。和莱纳经常一起玩的女孩，此时落入士兵的手中。当女孩的母亲本哀求放过她的女儿，话音刚落，女孩就亲眼看到母亲倒在了血泊当中。看到这一幕，莱纳已经愣住了。一旁的男孩跑过去阻止，却遭受烈火之刑，活生生的烧成了灰。听到少女的哭诉和村民们的求饶，以及失去朋友的他，最终动用了副邪眼的力量。其他士兵看到莱纳身上的眼睛，已经慌忙丢下武器逃跑。村民看到莱纳心如颤索，称他为怪物，叫他滚出村子，因为他是副邪眼的持有者。莱纳被送到307号训练场所作为战争机器训练，而那时他已经是洛兰德最强的魔法咏唱者。别看他整天懒懒散散的，其实自己体术和魔法都无人能及。在训练场里面认识了红色短发妹子基法以及国王儿子西昂。在一次行动中，队员们几乎团灭，仅剩下西昂和基法依靠副邪眼的暴走下，以一人之力消灭敌方魔法士兵全军。男主莱纳以副邪眼的力量威胁军事上级，释放基法，自己则代替入狱。他已经下定决心在监狱摆烂，就算是西昂亲自来到监狱救他，他都不肯走，因为在监狱终于能睡一个好觉。他讨厌战争，自己梦想创造一个安稳和谐的世界。在那天，他和那位国王的儿子一起许下约定，在暗如天日的监狱里，一脸邋遢的莱纳研究各种书籍，甚至把图书馆都搬空了。负责看管监狱的大叔都处成邻居。就在西昂争夺王位登基的那天，西昂就把莱纳释放出来，迎接他的就是黄发傲娇丸子妹菲利斯，而她就是女主。莱纳一脸邋遢的样子，就被菲利斯认定为色狼。随即试探性的战斗一触即发。面对菲利斯高超的剑术，让莱纳十分棘手。还好自己身法十分了得，不然就被砍成了2半。就算是使用副邪眼的解析，都没有看出菲利斯身上的加成，依靠体术竟能和他不分上下。男主咏唱出水系的魔法，话音刚落，菲利斯以华丽姿态跳向空中，下一秒他的剑刃就架在了莱纳脖子上。他一脸疑惑，表示男主放水。莱纳解释，要是用火系魔法，菲利斯漂亮的脸蛋留下伤痕就太可惜了。听到男主的解释，菲利斯误解了，这个色狼肯定是被我的美貌折服。莱纳看着菲利斯离去的背影，最终还是跟上了菲利斯的脚步。当他来到大街上，洛兰德简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故。没想到来到帝国宫殿的那一刻，王座上的那位男人竟是好兄弟西昂，这让莱纳难以置信。他直接睡在地上，选择摆烂。西昂向菲利斯介绍莱纳怎么样。西昂命令莱纳去寻找勇者的遗物，为了怕他偷懒，菲利斯只好变成莱纳的搭档。起初菲利斯和莱纳不同意，但是菲利斯听到西昂要摧毁他最爱的丸子店，下一秒菲利斯的剑就架在莱纳的脖子上，在西昂的撮合下，菲利斯就变成了莱纳的伙伴。男主和丸子妹寻找勇者遗物的冒险开始。
千万不要在这小子的面前使用魔法，不然你技能就会被偷了。因为他有一双复写眼，能复制解析任何技能。如果受到强烈精神刺激，将会导致暴走毁灭一切。唯独男主可以恢复神智。在此之前，莱纳和菲利斯冒险的途中遇到邻国士兵，士兵万万没想到，男主居然是复写眼的持有者。洛兰德帝国竟派一个怪物当间谍。一旁的菲利斯指着猥琐男主，这货根本当不了间谍。男主随即反问菲利斯就是普信女，他还承认了起来。士兵突然发起攻击，菲利斯3下5除2，把对方的剑刃全部砍断，这才把对方吓跑。男主作为帝国最强的魔法师，只有被菲利斯挨打的份，叫莱纳赶快跟上他的脚步。下一秒，菲利斯就带着莱纳来到丸子店。作为丸子狂魔的他已经无法自拔，男主一脸疑惑：咱们不是寻找勇者遗物吗？菲利斯时不时就拿剑殴打莱纳，已经是家常便饭。不久之后，莱纳和菲利斯来到了一所遗迹，用复写眼解析大门的魔法封印。菲利斯看到男主这么慢，叫他快闪开。话音刚落，一道剑气迸发而出，差点就把男主头皮给削了。忽然，遗迹的大门就被菲利斯劈成了2半。这种硬核式开门，我愿称你为勇者。于是两人就从遗迹深处走去，身后却是有一支小队跟踪着他们。妹子一不小心就触发机关，莱纳差点就被万箭穿心。菲利斯也发现自己踩到了陷阱。远处仿佛有一巨大洪水袭来，菲利斯就用莱纳的脸当炮弹，下一秒他就被冲走了。醒来的他却发现妹子居然在他的裤裆下，连忙震惊地介绍自己。还没等到他讲完，莱纳和菲利斯完全把他无视掉，便立即使用洛兰德的魔法。莱纳也是察觉到，连忙挡下偷袭。妹子的一番话让菲利斯以为少女就是被男主祸害的对象，于是莱纳又莫名其妙背锅了。突然一个地震，天空中汇聚一道光束，随后天空中出现一只遗迹石像，仅仅一个炮击就能发生剧烈的核爆炸。还好菲利斯和莱纳跑得快，使用复写眼也无法解析石像的构造，这家伙可能就是遗迹守护者。两人疯狂逃跑，本想休息一下，莱纳就发现菲利斯胸前戴的项链哪来的。菲利斯表示这是遗迹里捡的，他刚想解释有可能是勇者的遗物，下一秒项链发出粉色的光芒往天空中飞去，随即一道超位魔法降落在遗迹守护者，直接毁掉了好几座山头。深坑地下的守护者居然没死，开始对莱纳展开疯狂的攻击。他是动漫界最会黑化的主角，靠着复写眼的暴走撑起整剧的高能时刻，仅仅抬手地表就发出核爆炸。失控状态下的主角都能把传说中勇者的遗物毁掉，无休止的毁灭周围已经变成了废墟。然而他的人生里却出现这样的女孩。5岁前就开始颠沛流离的他，终于听到了这句话。这一切要从这里说起。男主和菲利斯冒险的途中捡到了一个匕首，不知道怎么使用的他直接扔在地上，随后匕首就发出强烈的光芒，导致地面4分5裂，而地底突然冒出一条巨龙，庞大的身躯笼罩整个天空，而匕首就是传说中勇者的遗物。男主不知道怎么收容，反正也不是在洛兰德，只好摆烂离去。第二天来到森林的一侧，树上尸横遍野，让男主感到疑惑的是，士兵身上丝毫没有流血，也没有血腥味。就在这时，男主看到昨天的探险双人组，粉头发的两人本想忽悠这个憨憨男主。菲利斯看到对方腰带上匕首，不就是男主昨天扔的龙匕首吗？两人终于也不装了，他们的目的跟男主一样，也是寻找勇者的遗物。双方随即展开战斗。当对方施展魔法时，他的术式已经被男主的复写眼解析。与此同时，菲利斯和敌方妹子也展开猛烈的战斗。没想到这个男人拿出忘却碎片，居然想用这东西挖出男主的复写眼。这一颗绿色的宝石能发出强大的精神攻击，殊不知自己在生死边缘蹦迪。只见他拿出被男主丢弃的龙匕首，扎在自己的左手，随后就锐化成巨龙，龙头喷出庞大的火焰，瞬间把周围的树木焚烧殆尽。男主表示，要是我知道怎么使用，我肯定把它打在坤上。周围一片火海，再加上对方冰莲的攻击，已经让男主十分棘手。更让男主没想到的是，对方拥有无效化的魔法道具。菲利斯表示，要不咱们撤退吧。准备逃跑的男主，下一秒对方却使用了忘却碎片，巨大的精神共鸣在呼唤男主体内的恶魔。恶魔的低语又开始在男主回响，菲利斯怎么呼唤他都没用。男主的复写眼彻底失控了，从没见过这么奥利给的人。只见他拿出匕首就往左手扎，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他的肌肉细胞开始重组，随后男人的胳膊就变成巨龙，瞬间喷出庞大的火焰。而这个龙匕首本来是男主所丢弃的，要是当初知道怎么使用，他肯定打在自己的坤上。上一秒周围本是一片火海，下一秒就变成寒风凛冽的空气。男主无论怎么攻击都被对面抵挡掉，对方的道具可以抵消一切魔法攻击。面对两个冰火人加上无效化的魔法道具，男主和菲利斯也是十分棘手，打不过只好选择逃跑。下一秒对方就扔出一颗绿宝石，在天上爆发出精神共鸣。男主眼里的恶魔开始觉醒了，准备开启大号模式。菲利斯也是十分担心，对方表示还要挖出男主的眼睛。
控制不住的男主赶快叫菲利斯逃离，他不想让菲利斯看到他变成恶魔。回想以前失控的画面，恶魔的低语还在他脑海里回响。瞬间画风突变，天空都被染成红色。此时这个小伙还十分得意，表示等等就把男主副斜眼的结晶挖出来。天上的男主已经陷入了疯狂，小哥也是一脸嚣张的举起自己的魔法道具，准备抵挡男主的攻击。然而男主的解析，下一秒他手中的道具就化为了飞尘，就连自己的胳膊都缓缓消散。菲利斯和敌方妹子直接看到，连忙用自己的巨龙咬掉自己右手，才阻止身体的毁灭。他才发现男主不是普通的副斜眼持有者，宛如魔神转世的男主正嘲讽起了对方。随后男主更加疯狂，空气都在颤抖，举手之间万物为蝼蚁，周围一切宛如被核弹陨落。战场上只剩下菲利斯一人，他看着男主眼睛，虽然世界上别人都称你为怪物，但是在他心里，男主一直是他的搭档和仆从。其实在他内心是喜欢男主的。流下眼泪的男主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匕首捏起菲利斯。在他的嘴遁下，男主终于被蒙上了双眼。天空下起了雨，两人紧紧相拥。本来傲娇的女主直接变成贴心女友，十分温柔的安慰男主。装完13还秀了下恩爱，你们两个请原地结婚好吗？本来和菲利斯冒险玩起了荒野求生，却遇到海上的大风暴，两人就这样走散。而破记者小队的队长密克尔作为莱纳的小妹妹，也刚好出现在领地，遇到了走散的菲利斯。没想到他竟然污蔑起了男主。私もあの男は私ばかりか。不仅如此，菲利斯还污蔑起男主拐卖村姑的无耻行径，甚至连花季少女都不放过。我直呼好家伙！此时男主还在悠闲着跟破记者小队的拉贝尔聊天，突然一道闪电魔法被砸在黑影里，还好两人反应快，差点就赶了。小迷妹彻底被菲利斯洗脑了，男主只好疯狂逃窜。此时菲利斯拿着丸子现身，一脸疑惑的男主表示这丸子哪来的？菲利斯表示刚刚去丸子店买的，而丸子店就在自己家附近。让男主没想到这片土地居然是菲利斯家的领地，远处看去就能看到他家，也就是说这是洛兰德。这可把男主给乐坏了，四处漂泊的他们迫不及待的想干掉好兄弟西昂。菲利斯表示自己就没受过这种苦。意相通的菲利斯和男主达成了共识，迈着快乐的步伐往皇宫跑去。不久后，西昂正准备回到卧室，打开门，一个书籍砸了下来。懵逼的西昂捡起厚厚的书本，看到男主在他床上呼呼大睡，拿着刚刚的书砸在男主脸上。一声惨叫后，男主对这好兄弟西昂抱怨自己为什么帮你打工，于是把这些天过得有多苦告诉了西昂。两人谈话中，男主终于受不了，直接把西昂推倒，下一秒就被赶来的菲利斯和小迷妹看到。这下误会更深了，男孩被捆在木头上任由士兵践踏欺凌，甚至当面看着自己的母亲在他眼前死去。而这些魔法士兵这么做的原因，是要让男孩体内的复写眼暴走，然后夺走魔眼的结晶。无助的他只能躺在地上痛哭。毫无人性的士兵看到男孩没有暴走，更是绑来了男孩的父亲，要在男孩面前亲手了结父亲的性命，这样男孩就会崩溃成怪物。本在暗中注视着这一切男主，终于忍不住现身，使用增加速度的魔法，在万军丛中穿梭。而菲利斯也是被一群士兵围住，由于魔法士兵太多，男主一直被对方战斗法师阻碍。对方使用自己独家的信仰魔法，让他万万没想到是，男主的复写眼也可以复制他们的魔法。还没士兵咏唱成功，他的技能就被偷了。随即一道巨大的紫色光芒笼罩全场，而男孩的父亲正缓缓爬向儿子。就在这时，对方首领举起剑刃，当着男孩面前亲手了结了父亲。下一秒，男孩开始暴走，没有开启大号的男主战力简直是差了一大截。看着快要崩溃的男孩，莱纳缓缓走向他。当男孩捏住男主脖子时候，瞬间就被男主阻止。毕竟普通的复写眼根本造成不了威胁。他们准备撤离，愤怒的男主本想补刀，却被菲利斯阻止，因为对方的援军要来了。其实男主非常感同身受，在这个世界刚出生就被视为怪物的他们，明明众生平等，却遭受这种对待。他看着男孩，仿佛捡到了小时候的自己。其实错的不是魔眼的持有者，而是这个世界。当男孩醒来，就想到父母在他面前死去，自己的眼睛开始不受控制。无奈的男主只好阻止他。男孩开始责怪自己，是他害死了爸爸妈妈。于是莱纳举起手，展现出自己的美瞳。鲁鲁修都直呼好家伙。莱纳诉说曾经暴走的经历，他也不知道世界会诞生他这种怪物，也想了结自己的性命，想过了几百遍几千遍，可是身边总是有人叫他活下去。有和自己定下约定的好国王西昂，也有为了他寻找魔眼资料的西法，还有喜欢欺负他的菲利斯。于是自己想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。随后把男孩安排妥当后，他们回到村里，又遇到了当初那两位冰火人。男人正在生死边缘蹦迪，竟想挖出主角堪比神明的魔眼。然而他这种作死的行为，差点被男主的神力化为了乌有。随后粉毛哥在自己麒麟臂的自残下，才阻止身体的毁灭。此时陷入疯狂的男主已经失去理智，粉毛哥被废掉一只胳膊，最后和妹妹落荒而逃。中立状态的男主也被菲利斯阻止。接续上集，男主和菲利斯再次回到男孩所在的村庄，没想到再次遇到粉毛双人组。他们本想带走男孩的青梅竹马可可，却发现村庄已经被众多士兵看守。
两人随即潜入，经过探查发现屋内并没有人。被打晕的士兵刚想起身，话音刚落，一道冰寒刺骨的攻击扑面而来。男主和菲利斯躲过了攻击，只见这位士兵在空中动情疯癫，对方表示真是冤家路窄。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，上次失控状态下的男主竟还能恢复理智，能毁灭一切的他究竟是什么怪物？此时此刻，男主表示说着你再把我惹恼了试试。他们此次来到村庄，就是为了那名腹斜眼的男孩而来，也就是被男主所救的阿尔亚。他们想挖出男孩的腹斜眼。粉毛哥一声令下，他的妹妹就拿着冰镰砍向男主，战斗一触即发。菲利斯主动发起攻击，双方剑刃发出刺耳的共鸣声。面对冰镰的附魔，菲利斯的大剑也落入下风。随后莱纳和菲利斯就被粉毛妹妹打晕。粉毛哥告诉男主，那个名叫可可的女孩已经被关押在贵族的府邸。随后，男主和菲利斯也是匆忙来到关押可可的地点，而粉毛哥和他的妹妹早已等候多时。那名女孩已经是他们的重要人质。就在刚刚，粉毛哥挟持了阿尔亚的青梅竹马可可。随后，男主和菲利斯也是来到了贵族的府邸。不长记性的粉毛哥还在策划怎么坑男主。既然打不过那策反男主也行。粉毛哥表示，世界早已经是加斯帝国的囊中之物，他们的英雄王想创造出和平的世界，所以他们才迫不得已收集勇者的遗物。男主反问，那为啥你们把人命看作草芥？即便是拥有魔眼的持有者，你们都把他们的眼睛挖出当作战争武器。随即男主开始他的嘴遁之术，加斯帝国的英雄王脑子肯定是被驴踢了，开始贬低加斯帝国无耻的行径。下一秒，粉毛哥听不下去了，丢出龙之刃扎在自己的右手上，随后就锐化成麒麟臂，向男主喷发出熊熊烈火。反观男主正亮出自己的魔眼施展魔法，火焰根本打不到他。粉毛哥依旧还是不放弃策反男主，只见男主丝毫不搭理他，一道闪电从他侧面划过。尽管妹妹帮他制造了冰墙，可依旧阻挡不了男主。粉毛哥就瘫在了地上，让他没想到侧面的墙还有雷鸣袭向他。幸亏是妹妹帮他挡掉了，刚刚的攻击则是阿尔亚打出来的，而男主负责控制魔法阵。粉毛哥才发觉到这一点，他不甘心，叫妹妹抱出女孩，而女孩就是阿尔亚的青梅竹马，表示既然打不过男主，那就杀了女孩，就能让阿尔亚的腹斜眼陷入崩溃。话音刚落，男主本想冲过去阻止，忽然粉毛哥身后出现影子魔兽。当粉毛哥反应过来，自己的麒麟臂被咬断了，这下好了，两只胳膊都没了。恍惚间，女孩也被菲利斯救走，不愧是作死双人组。随即一个声音响起，他是洛兰德帝国的中将米兰，是西昂背后负责暗杀的忠犬，而影子魔兽就是他召唤的。菲利斯作为剑之一族的公主，童年时期遭遇非人的对待，被父母认为是剑道废物。为了练习剑术，菲利斯身上已经绑满了绷带。听到母亲对他说出无能的话语，为了继续延续爱丽丝家族的血脉，母亲成为了父亲的帮凶，准备惨遭毒手。下一秒，母亲就倒在了地上。是哥哥路希尔出现了，才阻止悲剧的发生。护魅狂魔的哥哥和父亲对峙了起来，随即战斗一触即发，他们的速度宛如闪电，根本看不到战斗场景，只能看到微弱的刀光剑影，只听到空中剑刃的碰撞的摩擦声。战斗结束，父亲就被哥哥路希尔秒杀，随即恶魔般的哥哥就捏爆父亲的头颅。作为护魅狂魔的他，对菲利斯可谓是十分温柔。这个谜一样的男人，作为妹妹的菲利斯都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到底有多强。而哥哥路希尔的真正身份是莱纳身体里的另一半恶魔，被称为编织所有术士者。接续上集，莱纳和菲利斯遇到了米兰。他是西昂的手下，专门暗中执行任务的杀手。但是男主和菲利斯并不知道米兰的身份。米兰准备施展暗影，准备制裁失去双臂的粉毛哥。然而莱纳冲过去，却阻止了米兰的攻击。米兰表示很疑惑，简直就是痛击队友保护敌人。一脸懵逼的他表示，莱纳也是洛南德的人，为什么要保护他们？原来是之前莱纳和菲利斯偶遇过米兰，并且还发生战斗。面对操纵影子魔兽的戒指，甚至可以召唤宛如须佐能乎的影子，对他们进行攻击。而那场战斗也把菲利斯给弄伤了。那时候米兰还不知道男主是他的队友。回归正传，所以男主第二次遇到米兰，就把他当做了敌人。当男主来到菲利斯的家，得知菲利斯的过往后，心中不免生出同情，好奇心害死瞎猫的男主，用他的腹斜眼查看菲利斯哥哥的头。然而自己瞬间被吞噬来到幻境中，自己身体正在缓缓消散，仿佛看到了深渊。就在这时，是阿尔亚打断了他，于是他就叫阿尔亚用自己的腹斜眼查看对面的房。然而阿尔亚却没发觉到异常，出于好奇，三更半夜潜入菲利斯家的领地，再次来到了菲利斯哥哥的房子。当他准备解开房间的魔法封印，露希尔出现在男主的面前，这是解万世和之万世的碰面。莱纳体内的恶魔有另一半在菲利斯哥哥身上，面对露希尔庞大的压迫，却发现撼动不了男主分毫。当男主继续用眼睛查看露希尔，却发现他并不是实体。男主很想知道菲利斯的哥哥到底是什么人，殊不知他眼前正是跟他一样的恶魔。下一秒，一只手就抓住了他，无形的手可以让他动弹不得。露希尔表示男主和菲利斯不可能在一起，因为男主内心是丑陋的野兽，更是悲哀的恶魔。这句话直接触动了莱纳的软肋，而这也是对他的一场试炼。离开菲利斯家后，追击者小队的队长密克尔已经等了他许久，便递给男主一个信封，明天正是他的生日。作为小迷妹的他想叫男主来参加他的派对。男主本以为是情书，没想到却是卢克做的邀请函。他想到明天自己和菲利斯约好了在玩
丸子店碰面。这让男主感到很纠结。看着密克尔离去，男主打开信封，内容居然是他讲述的内容是自己如果在外面暴走失控，那么追击者小队可以就地格杀他。盖章是西昂的落笔，原来自己始终是别人口中怪物，即便是自己最好的兄弟也是如此。回到家抱有希望的他原本不相信，他再次确认西昂的笔记是否真实。醜い化け物がどんな叶わぬ夢を見ていた。从没见过这么离谱的剧情展开。本以为拥有魔眼的男主是无敌的存在，没想到里面配角个个卧虎藏龙，都是龙傲天。在这个世界有着各种魔眼，分别是复写眼，受到精神刺激将会导致失控而毁灭一切；而歼灭眼可以一人剿灭整个军队，以人类为生命当作补充，并且能增强实力，以及能窥探别人过去和未来的梦之眼和未来眼。身为复写眼的男主是被世人厌恶的怪物，一出生就被人唾弃的存在。当他知道看到了自己最好的兄弟也把他当作怪物一样看待，他心里并没有愤怒，而是心灰意冷。菲利斯和他约定好在丸子店碰面，然而男主却迟迟没有来。于是菲利斯来到男主的宿舍，看到的却是整洁的床单。他以为喜欢贪睡的莱纳还没起床，说好的给他背丸子的。愤怒的菲利斯来到西昂的住所，二话不说就翻找了起来，才发现男主是真的失踪了。西昂也没想到莱纳会不辞而别。而另一边，某处的领地上出现了一名歼灭眼持有者，他被人称为红眼恶魔，专门以人为食。当克劳带着洛南德的士兵准备去讨伐，看到歼灭眼所在的位置，指挥帝国士兵使用魔法。随即，一个大型的光束指头袭击歼灭眼，没想到歼灭眼仅仅抬手就化解掉巨大的魔法攻击。忽然，红眼恶魔瞬身到士兵身后，克劳刚转身，却看到这一幕，眼前的歼灭眼随手就把士兵撕裂，根本没把帝国士兵看在眼里。本想转身离去，然而克劳却不想就此放过他，一脸愤怒的克劳一拳准备轰向他，刚刚根本没有打到对方。克劳再次展现出满是符文的胳膊，再次追击，整个森林发出剧烈的爆炸，无论克劳怎么攻击都没有打到他。随着战斗的展开，他们的魔法简直就是被歼灭眼克制，只要红眼恶魔吃了人类越多，他歼灭眼就有多强。就在这时，歼灭眼再次瞬身跳到树上，他手上拿着正是克劳的胳膊。当克劳反应过来，已经晚了，克劳的手臂瞬间被吞噬。然而帝国士兵还是不甘心，再次制造巨大的魔法阵，殊不知他们这么做都是无用之功。随即苍穹之上的魔法光束直接降落在歼灭眼身上，而歼灭眼一出生就会从母体觉醒，从而吞噬掉母亲。他们认为自己是怪物，吞噬人类根本不算什么。而拥有复写眼的男主不一样，表面上是复写眼，而背地里却是解万世的持有者。母亲为了保护他献祭自己的生命，父亲也放弃了当人类的机会，清除了男主4岁之前的所有记忆。这也是莱纳记忆模糊的原因。另一边，原本高冷的菲利斯面对男主的离开，心中不免有点失落。回想和莱纳冒险的回忆，他不知道莱纳的离开种种原因都来自兄长。作为妹控的露西尔一直都监视着菲利斯。菲利斯询问哥哥对男主说了什么，哥哥回答是自己只是警告男主不要对菲利斯抱有想法，毕竟怪物和人类不可能在一起。而这也是露西尔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妹妹露出这种情绪。话音刚落，哥哥就消失了。奔来的少女诉说男主的去向，菲利斯也打了鸡血般准备把男主打回来。此时的男主独自在旅店中发呆，下一秒菲利斯就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二话不说就拿起剑刃砍男主。他的剑刃丝毫没有留情，有这么一瞬间让菲利斯心疼。面对菲利斯的逼问，男主还是说不出口。菲利斯认为男主是不是见了家长，就夹着尾巴逃了。就在这时，歼灭眼出现了，他就是专门来找男主的。战斗一触即发，男主和菲利斯根本不是对手，捏起菲利斯和男主的脖子。这个歼灭眼的男人叫做迪亚，忽然一支箭打在了迪亚的背部，男主和菲利斯才挣脱束缚。没想到西昂会亲自带兵讨伐，在西昂的命令下，10几箭全部命中迪亚。身为歼灭眼的迪亚也彻底怒了。这个国家有的人一出生就会被挖掉魔眼，而拥有魔眼的人类被称为怪物，他们不是成为战争工具，就是变成任人宰割的对象。而男主却在这个战乱的时代幸存了下来，成为帝国最强的魔法师。双手沾满鲜血的他依旧是别人口中的恶魔。面对歼灭眼同伴的邀请，还是和他定下约定的西昂，他想让男主回到他的身边。男主该怎么抉择？莱纳的黑化终于在这集直接封神。就在刚刚，菲利斯找到不辞而别的男主，遇到了歼灭眼迪亚。迪亚开门见山表明目的就是为了男主而来。而就在这时，西昂亲自统领士兵讨伐迪亚，男主和菲利斯才得以逃脱。随后10几支箭全部命中迪亚。下一秒，迪亚怒了，瞬身到众人面前表演吃起了汉堡。东京的那名吃货看到都直呼牛掰。作为歼灭眼的他，只要吞噬人类就能恢复伤势。西昂警告迪亚投降，可面对西昂的迪亚丝毫没有退缩。迪亚表示只要箭射向我的那一刻，他就瞬间可以把西昂吞噬掉。可西昂不相信，反问那为什么刚刚不动手？因为迪亚知道要是杀了西昂，身为复写眼的莱纳就会暴走。而听到复写眼的存在，士兵们就开始慌了，士兵们也开始谩骂起了莱纳是怪物。从小被称为怪物的男主回忆起了当初自己的双手是怎么染红鲜血的，明明自己只想活下去。
迪亚邀请莱纳跟他一起走吧，因为人类的世界根本不适合你。菲利斯想劝男主的，可面对迪亚的嘴遁，没人能说得过他。只要用魔法打到迪亚，迪亚就能恢复实力，他们就可以传送逃走。莱纳究竟会选择哪一边？因为人类始终不理解被称为怪物的他们，即便自己没有敌意，身为魔眼的他们渴望安安稳稳生活。然而这个时代连给他们生存机会的都没有。男主也不想拖累西昂，毕竟洛兰德养一个随时会发狂的怪物，会有多少人恐惧？所以他前几天离开的原因，就是看到了卢克的那封信。只要男主一暴走，追击者小队就会格杀男主。此时西昂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但是莱纳并没有责怪西昂，毕竟他是一国之主。随后莱纳就发动魔法，而西昂准备命令士兵攻击迪亚。此刻士兵数万支箭已经在空中，千钧一刻，男主魔法袭向迪亚，身为歼灭眼的迪亚也直接满血复活。菲利斯看到男主准备回去，根本阻止不了。如果你拥有一个魔眼，你选择哪一边？是想创造有魔眼的时代，还是毁灭世界？而他们一出生就是被人类唾弃的存在。在这个时代，分别有5大魔眼，其中便是数量众多的复写眼，以及吞噬魔法的歼灭眼，甚至还有能窥探别人梦境和过去的梦之眼未来眼。至于怨阶眼还没出现，拥有神之眼的持有者都被统称为怪物。莱纳终于释怀了，所以他不想牵连西昂和菲利斯，利用雷鸣打到迪亚身上。最后跟着迪亚离开。感到失落的菲利斯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，而西昂表面是叹了一口气，背地里却是强忍着痛苦。他必须表现出国王的一面。菲利斯一脸失望地表示西昂也没有错，历代王冠的他必须承受这一切。与此同时，男主和迪亚传送到了远处。迪亚之所以不融入人类，是因为他从出生就把自己当作怪物。作为歼灭眼的他还是婴儿的时候，开眼时就把母亲吞噬掉了。在迪亚的带领下，莱纳看到了许多魔眼的孩子，他们都是迪亚收留的。走投无路的他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搬家。尽管迪亚拼命保护孩子们，但是最后打不过对方，导致38人逝去。这些想挖出魔眼的始作俑者分别来自加斯塔帝国，而另一边专门想挖出男主眼睛的粉毛双人组，试图想挖出男主的魔眼的粉毛哥已经断了2只胳膊，奄奄一息。没想到西法却在加斯塔克的国王旁边。粉毛哥当着国王的面说出了洛兰德有一个怪物名叫莱纳，他的复写眼在暴走的情况下还能恢复神智，并且能毁灭勇者的遗物。旁边的西法已经陷入了震惊，这不是他心心念念的男人吗？原本加斯塔克的国王为了追求西法，更是向他提出了求婚。此时此刻，加斯塔克的国王眼睛充满了怀疑。